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呢，我就是不小心忘了缴我的信用卡。那我申请车贷的时候呢，B 银行就问说，哎，你在 A 银行有用过循环利率对不对？怎么会用循环利率了？所以啊，这其实是会被其他的银行看到，会注进在你的联征上面。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这礼拜的财经小故事，每周一次跟你聊聊最近发生的财经大小事。你最近不是办了一张信用卡吗？上一集聊了买车嘛，那这一集我们来聊一下那个信用卡好了。没错，最近这个刚办的信用卡分享给大家，这个信用卡非常的厉害啊，这是某某银行跟中华航空的联名卡。那大家也知道嘛，因为我们很多的债权标的物都在海外，那因为最近呢，不管是出境或是入境，其实都没有管控了。那我要开始恢复那个出差人生，以及自己出去玩的时候也会有累积里程的需求。那因为我是华航的忠实顾客啊，所以我就办了这张某银行跟华航的联名卡。那这联名卡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哦，就是基本上呢，我登记的时候我只要出4张联名卡，我就可以走到专属的柜台去那个 check in， 就可以不用跟大家一起在后面排队了。那它还有送每年的那个机场接送是免费的哦，然后每年不限次数，每次最高30天的机场外围停车，点的。某银行，如果你们看到这支影片，想要解锁某银行这几个字的话呢，麻烦把那个业配的邀请发到我们的信箱来。你觉得他会理我们吗？我觉得有机会，我们祈求一下，拜托，快来填补我们。那你觉得使用信用卡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使用信用卡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我从出社会一开始就开始用信用卡，其实也踩了很多信用卡雷。那大家千万要记得啊，信用卡它的本质是一个借贷，什么意思呢？例如说，好，假设我信用卡是25号结账，然后是30号的时候我才要付款给银行。那我今天15号的时候，我刷卡买了一张机票，我的银行户头是还没有被扣钱。对嘛？因为我用的是信用卡，这时候呢，其实是银行啊，他先把这一笔款项给航空公司，也就是说呢，银行先帮我垫钱给航空公司。那我25号的时候呢，银行会跟我说，他这个月总共帮我垫了多少钱给航空公司啊，给饭店啊，给我平常吃饭的那个餐厅啊，那请我30号以前去结账。所以信用卡的本质啊，它其实是一种借贷，大家在使用信用卡前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啊。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每一期的账单呢，最好都是全额缴清，因为你如果使用一些分期的服务啊，除了会有手续费跟利息之外，你在银行那边的信用呢，也都会被注记。例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很常刷很大的金额，然后很常用循环利率的话，在银行那边他都会知道哦。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就是会不小心过度消费，就像大学生啊，或是刚出社会没多久的。那如果只缴最低应缴金额会怎么样吗？其实啊，缴最低应缴金额啊，是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哦。那在回答这个缴最低应缴金额会怎么样之前呢，我们要了解到啊，信用卡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做分期。不过呢，其实所谓的分期啊，它是分成很多种不同形式的分期。那第一种的分期呢，就是单笔消费的零利率分期。就像例如说啊，我是买一只 iPhone， 那因为现在 iPhone 都比较贵嘛，可能要3万多块。那我不想要一次付3万多块的现金出去，那我就使用例如说6期的零利率的分期。那这个6期的零利率分期呢，其实是完全不会影响你的信用的。那只是说呢，你3万多块的额度刷下去，你的额度就会被吃掉3万多块。然后你每个月，例如说我分6期，我可能每个月是还个5000、6000。那这种单笔零利率的分期啊，其实我会蛮推荐大家使用的，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资金调度非常的灵活。不过千万要注意哦，这种单笔的零利率的分期啊，其实也会放大你的消费金额。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买一台电视好了，那我可能买一个60寸的，它是25000块。那你要一次拿25000块的现金，你可能就会考虑一下。结果呢，今天有另一个专案是一台65寸的电视，然后它是32000块，但这32000块可以让你分成6期零利率。很多人就觉得，我分成6期零利率，那我就去买那个比较贵的那台电视就好了。所以它其实无形之中啊，会放大你的消费金额。那第二种呢，是单笔消费有利率的分期。那它其实跟上述的零利率分期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呢，它可能会跟你收取一些利息的费用。那这种单笔消费有利率的分期啊，其他利息也都不会很贵啦。那如果呢，你购买的店家或者是你购买的那个电商平台啊，它并没有跟银行有合作零利率的分期的话，我会建议使用这种单笔消费的有利率分期啊，来让你的那个
资金的运用可以比较灵活一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单月账单的整笔分期。顾名思义呢，就是你整个月的账单一次分期。那这种通常会用在什么情况呢？通常会用在你这个月不小心消费太多了，例如说那个12月的时候，可能聚餐很多，有圣诞节大家玩交换礼物啊，买礼物。聚餐，然后可能再送个女朋友礼物，不小心刷了一个比较贵的包包，那你可能那个月的账单呢，可能例如说假设账单是8万多块，觉得哇8万多要一次付，实在是有点负担很重啊，付不太出来，那你就把这整个月的账单呢作为一次性的分期。那这种整个月账单的一次性分期啊，它的利率就会比较高一点了。那银行呢，它也会注记说，这个人使用信用卡有时候会不小心花太多钱，要使用到这种整笔账单分期的服务啊。那基本上你只要能够准时还款的话，它对你的信用是不会有太多不良影响的。不过如果你用到这种单月账单的整笔分期服务就代表你使用信用卡的习惯可能有需要检讨跟改进的地方哦。那最后一种呢，也就是我们的常进人刚刚询问的循环利率我以刚刚每个月的账单8万块为例子。因为你8万块呢，你是要把最低的应缴金额缴完之后呢，剩下的你再分期。那你例如说我剩下7万块，那我可能分成6期，那我每个月可能要缴1万多块的利息加本金。循环利息呢，它一定是信用卡这么多的分期服务里面它的利息最高的。所以你的账单就会如滚雪球一般越缴越多。所以我非常不推荐使用循环利率的方式。而且你只要一旦用过循环利率那个银行就会注记下来。那之后你要去其他的银行申请贷款或申请信用卡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这个记录被注记在你的年征上面。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呢，我就是不小心忘了缴我的信用卡，那2-3个礼拜过后我发现忘了缴，我就把它一次缴完。那我申请车贷的时候呢，B 银行就问说，你在 A 银行有用过循环利率对不对？怎么会用循环利率了？那我才跟他说，那时候是忘记缴了那个我信用卡账单然后他就直接帮我算进去利息了。不过我后来一次就缴掉了。所以这其实是会被其他的银行看到，会注进在你的联征上面。对信用而言其实是蛮扣分的。这些都是我们一开始办信用卡不会去想到的，我们只会想到说，我办了这个卡之后，我这个商品我一次最少我可以只要缴多少就好。那信用卡使用上还有什么雷是我们绝对不能踩的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踩过一个雷。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嘛，因为我上一期有跟大家提到，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是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其实也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或者是理财的这种概念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有使用过信用卡的预借现金功能，就是你插信用卡进去 ATM 里面，然后输入密码之后，你就可以领钱出来。甚至现在有些银行更方便，你只要你在网银上按一下预借现金，它就直接把钱汇到你的户头，用起来超方便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对你的信用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扣分。基本上如果你用过预借现金这个记录就会存在在你的联征上长达1年。在这1年当中呢，你去申请任何的贷款，你去申请任何的信用卡都很难通过。如果你有一个客户来跟你申请信用卡，你在看这个客户的记录时候呢，你都已经知道这个客户已经透支信用，透支到说他连几千块的现金都要用预借现金的方式才能取得。你还敢发给这个客户信用卡吗？不敢嘛，因为代表这个客户他的理财习惯，他的使用信用卡的习惯是非常差的，他常常都有现金透支的问题，那他的违约率是不是会很高？所以只要使用过预借现金在银行那边就是非常高风险的客户这个绝对是不能动用的。好，那这一集的财经小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大家还想听到我分享什么关于财经的话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之后我会再跟你们分享更多那些年我在理财上踩过的雷。最后呢，麻烦某某银行赶快寄个 email 来我们这边，告诉我业配的金额，我们就会把那个马赛克给解锁哦。这礼拜就讲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大家拜拜。